他们今年才25岁就已经走了30个国家。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资金玩这个30多个国家？因为我妈妈从小到大就是那种哪里都讲危险不给我去的人。你会觉得就算那些焦虑啊什么啊，就当下其实都不重要。而且我觉得穷游它是你慢慢旅行会发现到更多的东西。Hello， 大家好，我是 OK Trevor。今天我们有个新访谈的节目，叫做《走在路上的你》。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2位嘉宾，他们是 Vivian 还有 JK。Hello。他们的 page 的名字叫做 VVJK Trevor。耶。然后他们今年才25岁就已经走了30个国家。今天呢，我们就要好好来聊一下他们整个心路历程，他们的故事。请自我介绍。Hello， 大家好，我是 Vivian。我是 JK。我们开了一个频道，叫 VVJK Trevor。对。要记录我们走在路上的故事。OK。你们今年是25岁嘛？所以为什么你们会在什么时候开始你们决定要去旅行啊？是因为你们很喜欢旅行？我们就是想，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也不过3万天的。没有就是你难得都来到这世上了，你又不看看你自己居住的这个星球啊，你不看看每个世界角落，就有点太可惜了，就想要去把每个地方都看一看了，对。所以你们是你们想要环游世界是？是。这是我们的一个梦想。每个人一定会好奇，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资金去玩这个30多个国家？我就是一个 architecture 学生哦，就是 degree 毕业出来，做个几个月的 office 工，就直接裸辞去 New Zealand working holiday 啊。我想问是在2020几年的时候，2023年到，就是 before that 原本的想法就是就是硬走完 architecture 这段路，可是你如果选择走完这段路的话，基本上就是一直做那种9 to 5啊。肯定是，如果你无端半途而废这样出去旅行啊，你过后就很难走下去了。可是我还是就是算是裸辞了啦，就是去了New Zealand哦，然后在那里想法也开始变了，就是觉得哇，New Zealand真的很美，然后真的是很多东西，如果你整天待在 office 里面是看不到的。那你的里面，我是 accounting 和 finance 的 background， 然后我也是做过工1-2年，过后也是做到很闲。然后我也是第1年我的 try 就抢 working holiday， 然后失败了，然后他就等我咯，然后第2年我又在抢，然后我就抢到，然后我们就before that 我要讲我去过美国打工度假，是那时候是刚大学毕业我就直接过去，然后我就体验到那个生活，我就觉得哇，其实是很不错的。然后过后 after that 我回来我就像平常人那样做工，做完工2年我又抵不4秒，然后我又去 try 抢哦。打工度假，然后我就抢到 New Zealand， 然后我们就 start 了这个路程。说美国打工旅行算不算一个开端？就是让你觉得想要去这个世界看一下。算，我的话我是在 Finland、New Zealand 还有美国打工度假的。然后你的话？我就是 Finland 跟 New Zealand 咯，少来一个咯，美国。他原本是出去的，然后我是那种就是跟他讲，我是不能出的，因为如果我出了的话，我回来过后就是我已经 laid back 了，就是慢人家了啊，这样我很难继续这个 career。可是最后我还是尝试下去了 New Zealand 啊，然后有回来爱上了就觉得其实这种体验是不错的啦。那你们在纽西兰做工有做过什么类型的工作啊？我们做过很多份工作，我们在纽西兰做过11份工作。那让你们印象最深刻的工作是什么？在纽西兰，在纽西兰最深刻是我自己个人是做那个农场。牛的农场，
我的工作是负责教刚出生的牛，喂他们喝牛奶，教他们家喝牛奶啊。就是挤牛奶嘛。所以两个都一定在那个牛场印象最深刻啊，是因为他辛苦的深刻，还是因为很好玩？辛苦也好玩，对，辛苦也好玩不一样的辛苦吧。像是我的辛苦是真的是要早上4点起身，然后而且还是在大冬天哦，哇，早上4点起身的时候很冷的，然后你就去挤牛奶哦，然后你挤牛奶的那个东西也是冰的，你抓着那个手是痛的，可是就那个是铁啊，那个挤牛奶的哦，所以它会很冷。可是它就是也会很早就 sunrise， 就是你会挤几下你就看到那个太阳升起来的那一瞬间也是就有考得到你的不错了啊，也是。这样在芬兰你们打什么工呢？我在芬兰是做导游啊，向导，向导。哦，2个人做向导，对对对，然后你做一份工就2份工。分我就是在芬兰你们做了3个月啊，啊，然后这3个月你们都是同份工。对，对，哦，所以我们是做 for 那个 winter season， 做什么冬天。类型的工作？向导哦。向导就是你需要去接顾客，带他们去那个活动的那个地方，然后给他们介绍。然后有些活动就你自己主持哦，嗯，早上要去载顾客，带他们去冰雕。我哦，不是当地人，我教他们冰雕，我那你自己都不会。然后他们叫他跟不到啊。钓不到，太危险了，不要去冰钓。你这很看浪啊！像我带他们去，我自己是有钓过了，然后我带他们去钓过的顾客也最多2、3个吧。就哦，所以它的概率是很高。冬天啊，对，冬天鱼都不动了嘛，你就真的是很 lucky，你打到那个洞在上面了，然后你就丢下去，那个鱼刚好在你面前，它才会去吃。那鱼有几大只呢？叫小条吧，很小。小条吧。哦，因为冬眠嘛，有时候。那你们有没有还是不用去买菜，可以去钓鱼之类的？一开始我们是这样想，因为哦，我们去冰钓多多鱼，我们可以省钱，哦就是不可能钓不到。而且也是很小啊，吃不饱。那鱼啊，这样小啊。哦，这样除了向导的工作，你们还有听过其他工作吗？就是在芬兰要打工类型的话。 restaurant 啊，多数都是旅游业的，真的。哦。那这一种不容易申请吧？因为好像很少听过有人去他会选择申请 Europe passport 的人，因为你不需要 visa 法。我们算是比较幸运的，你们是申请season 的我哥，不是？呃，对season 的我哥，对season 的我哥，对，就是要他跟纽西兰的不一样的，就是你要先找到有老板愿意请你，然哦。后你才可以申请过去。然后就是你们需要同步去 apply 那 visa。多数都是用打工度假赚到的钱再去玩其他国对家。对，所以我们的主要的 income 都是打工度假赚到的，然后我们就去。很香哎！你们走了那么久，只用打工度假的钱，主要是打工度假的钱汇率很高。没有，因为我们就是在打工的时候，我们会 put effort，就是会 make sure 我们赚够，就赚多了，我们会去争取那个机会。我们也很省哦，就是就我们打工度假的时候，我们就省然后赚，然后就知道后面的路会用到那笔钱。可是你们不是讲原本你们预算只走2个礼拜吗？结果走到3个月这么久，是，是因为你们 expect 你们的番只够2个礼拜是吗？还是什么？一开始我们的想法就是可能就玩几个国家，然后把那钱省下来带回马来西亚。一开始是这样的想法，然后过后其实玩下，发现我们人都在那边了，就 why not 把这个路走完？也不是走完啦，下次再回来又很忙，不懂事要飞掉，几不几时哦。对。那你们已经玩了2年，你们的家里人会反对吗？我一开始以为我妈妈会很反对，因为我妈妈从小到大就是那种哪里都讲危险不给我去的人。可是这一次很 surprise 的就是她很支持我去，还一直叫我去看世界，去看线，就是趁年轻，不要等到很像她这样老了走不动了，然后哪里都还没有看到这样，就一直叫我去看，30岁之前尽量看多点。学多点东西再回来这样。那你那边我 surprisingly 我家人是很支持的，对，就是但是他们会养我啦，就讲你会带来养做么，
我一直很讲你就是像跟每个人都不一样，你就一直在外面浪，然后没有 career growth， 然后你回到来每个人已经 manager 了，可是他是讲，可是他也没有不让我做，所以我也是很开心有家人的支持啊，可以让我做这样的。那你们走了2年嘛，然后你们是有赚到多少钱，让你们可以一直持续旅行2年的时间？这个我来讲，因为我是 finance 的，哦我对钱比较会处理啊。所以如果在 New Zealand， 我们是赚了带回来啊，10,000纽币，然后在一个人还是2个人？一个人，所？OK，以我们2个就20,000纽币，如果马币的话就25,000啊，差不多。然后芬兰的话是4000欧元，4000出一点，4100、4200左右。你是一个人赚到？对，那2个人就8400欧元。来数学总数什么总数在？8400欧元，差不多现在汇率换到来8540。45到50千左右，在这2年存到哦。如果在马来西亚你赚到存到嘛这笔钱，比较难了，是这样在这里。我们在 Europe 旅行用的钱没有动到我们 New Zealand 赚的钱，都是用我们在 Europe 赚的钱。叫你去 Europe 3个月，3个月，哪里花了8000块 Euro？对，2个人。这样哦，每个人才花4000Euro就走了3个月。对，然后走了24个国家。哇！我们的旅行是 touch and go 啦，不是讲每一个都是去 fully explore。OK， 然后你们讲省那个费用，因为4000块 Euro 一个人才换上来20千马币，可以玩3个月是很惊人一下。因为旅行团，你想想旅行团啊，你去什么冰岛啊，差不多2个星期就10多千。所以我们没有去冰岛。哦，是啊因为我们知道冰岛消费很高。哦，对。而且因为我们在芬兰看的东西跟冰岛差不多，其实冰岛也不多的是啊，有一样的东西啦。那时候我有 planning 的时候，我有想要不要去冰岛，但是我知道如果一去冰岛 maybe 我们1个月就没了。哦，冰岛就贵了。那你没有想要去动纽西兰前去冰岛还是？其实因为那个问题是好，因为我们回到马来西亚，我们还是需要签证。对。何况你们还有去考虑你们未来的生活。是啊，我们就尽量不要用完全部钱。有点钱 backup 这样啊。Europe 赚了就 Europe 用了。还是到最后还是会用到一点自己的钱啦，这是正常啦，不要用到完全没有储蓄样子就好哦。这样你们到底是怎样用4000 Euro 一个人就可以玩3个月在 Europe 的住宿是我觉得是最贵的地方，所以在这一边呢，我们就很勇敢的用一个叫沙发客的 apps Couchsurfing。它这个 apps 的方式就是让你去住进陌生人的家免费，but at the same time， 如果以后你在 Malaysia 就是有人要来你家，他们要住的话，你也是可以让他们住进来啊，这是 optional 的啦，不一定的。所以你是有开放你的家给外国人住？没有，我家人都在家，我家人，我有稍微问过我家人，我家人是有点介意。马来西亚你不要比较在家，你不在家，你帮对呀。但是 Europe 的多数他们都是独居，然后就他让我们住进去，我们就有些会带你到处走啊，这样子，然后跟你分享他们的 culture 啊，是一个很好的体验来的咯。他们就会很热情啊，跟你讲他们这里的文化，这样法国啊，你吃东西，如果你要称赞这个很好吃，他们会用面包继续把那全部吸干，然后再吃掉那面包这样。哦，而且他带我们去吃东西，就讲我们那时候跟法国人吃东西，他们然后吃一餐可以吃5-6个小时。为什么？他们就是很重视这个 bonding time 嘛，他们不需要吃那个，就是他们要讲话2-3个小时，食物才到，慢慢吃。那他们会肚子饿吗？他们先那是我们2个。他们是先来 appetizer 先嘛，对。就我的在马来西亚，我们就很少那种吃 appetizer，就算叫的话也是跟主食一起来。对，他们就真的是 appetizer 先吃完了，聊个几个小时再来主食。哇，这样吃一餐要5-6个小时啊！就基本整晚都这样的。一直聊天咯，他们很 care bonding time。现在Europe会贵咩？
住宿吃都贵，其实。OK， 其实有分34个啦，最贵是住宿、交通、吃，还有景点的票。所以住我们用这个省钱哦，300克。吃我们尽量自己煮面包这样子哦，或者是外面吃就一餐就全有点可怜。不是，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美国也是这样吃的，就是我们去那个 supermarket， 然后看他们有些菜有点烂掉啊，sandwich 啊，是最后要丢的那一块。对，我们去扫那种货。我们也是有用一个叫 Too Good To Go 的，就是它很像今天做的 sandwich， 如果它要过期啊还是什么，还到一段时间它会这样的。你5欧，你直接可以买10多个 sandwich。那我们就这样买，然后可能吃几餐这样咯。10多个有点夸张啦，可能4、5个。把这个 app 是在 Switzerland 比较。对。可是会很多人去拿这些食物吗？有的。会有，但是不多，其实。可能本地人其实也没有这个烦恼。然后，交通是不能省，一定要给。可是我朋友跟我讲那边。可以用 hitchhike 的话，你要时间充足，对，因为很多不可能性。你要到那边站3、4个小时，你没有，你就要在那边找一个帐篷搭，还是去附近hotel。如果你是那种好像一开始就决定了这1年都花在 Europe 慢慢玩下去，没有 destination， 你可以 try。是的，因为很多人可能去那边旅行会3个月到6个月或者更久。对。可是我们就是已经 set 好了。就是我们要在这个时间里面尽量走看多少个国家这样，所以我们没有那个 hitchhike 的时间。那你们有想过还要旅行多久吗？现在我们已经回来了嘛，还想要去更多的地方吗？还是想要已经收心了去做工了？有机会的话，我是会想要再去。我也是会。你不是在想得到？没有，但是 like， 其实这个机会是你要自己去争取的。对，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是算是最好的啦，因为父母还健康嘛。然后你还想去跑就去跑啊，是，而且还年轻。是，确实是有那个风险，回到来不懂要做什么。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有信心的话，你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回到来慢慢找哦。对，就我讲的，就是不要把钱用完，你要有 backup 哦。别人只看到我们好像去了很多地方旅行的生活，有没有背后的一面是可能很焦虑啊、不开心的时候挫败、迷茫，有另外一面吗？在你们会有的。我觉得不管做什么都会有这个心情啊。然后可能我们没有show出来给人家看的，就是我们穷游为了省钱一些很狼狈的 moment 啦。就比如我们去到Europe。最觉得很狼狈 moment 的时候是什么？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 Greece 住一个 hotel， 然后我们要吃泡面，然后又没有热水器，又没有纸袋，没有碗，那个酒店，我们就真的是开那 bucket 然后倒冷水，就倒厕所的热水倒进去这样子吃。也没有冷啊，冷。到最后也是冷。很好吃，其实。然后面包很可怜的，没有声音。就是一种新的口感，放久了还是软。有点软又有点 crunchy， 然后那个汤又冷冷，可以喝像吃手巴这样，就是这种moment，就是其实就是就是会想，怎么你要这样子嘞？你在马来西亚不好呗？像我们也是有些为了省住宿钱，然后又要从这里travel到另外一个国家，我们就会选择night bus，或者在 bus 睡哦，然后又很挤啊，睡到不行。对，然后可能我们到那个地方可能早上4、5点，然后你又不能 check in 哦，你不可能这样早去叫你的 host， 是，你就只能在 bus station 等哦。或者去附近看看。就是你要被迫秒醒那种感觉。OK。有没有一个 moment 是让你们觉得哇，我现在生活真的很幸福？有很多，其实。在芬兰，像是在芬兰就有了，就我们也是有个工作是要带客人去追极光的。然后有些 moment 是我们这可以看很美的极光，我们就会心想哇，这样子其实不枉此生。对，就感觉就是在马来西亚看不到，就是你一抬头就一个大个青色的东西在那边飘来飘去，就是日本装。你会觉得就算那些焦虑啊什么啊，就当下其实都不重要。就看到其实就是可能人活着就是为了自己一个 moment。而且不止极光，我们也很幸运的看到就是一整大片云全部都是彩虹颜色的。就是也是一个很 rare 的东西。我们这样子在那里住了3个月，就很多机会可以去看。
对，所以那这都算是是很好的放下来 moment。就是好像放下来脚步的话，就可以 enjoy 到更多。是，就是如果你只是做工的话，其实很多东西你会 miss 掉的。对，就是真的是这种机会很难得，真的讲，就很好。然后我们在沙发客啊，我们住到一些很好的货山，我们也会讲，哇，很幸福嘞，就是穷游是这样的咩？我也是，对啊，哇，还好是好住哎。然后就那个他给的那个床的房间的，还好过那种 hotel 的。还好过青旅，而且都是摆美一美给你哦。有一次我们住的青旅是，他book了一个青旅，然后在就 Croatia 然后我们觉得青旅啊不错，就一进去哇，全部黑人，开始是有点害怕，但其实就有点以貌取人啊，其实他们全部都是很好的。像第二天，因为我们的 fast time 很晚，然后他不会赶我们走，他讲你们坐在这里坐到几点都可以。其实我们已经 check out，他们也给我们用他们的出发。我们待到12点11点晚上。对，是，其实都是很好。其实我觉得穷游你遇到的好事会比坏事多，就好像他坏事遇到的就是那个电话被偷哦，买的好事真的是数不清。其实你可以讲，这个世界其实还是很好的，很好的人。不只有坏人，也有好的。而且我觉得穷游它是你慢慢旅行会发现到更多这些东西。未来的打算，未来的打算，你们对于你们的未来有什么打算？还会回到职场上面吗？职场上这种问题就很像你问一只已经飞出笼的鸟，还愿不愿意待在笼子里面？很贴切，很贴切，很贴切。因为可能有些它又回到笼子里面，它可以，然后还可以主动可以 fit 你对呀，回到笼子至少还有食物就是在外面的鸟，你就要自己想办法，是自己找虫。这个问题是很，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再找到去非洲的话，我就会去。会，对。所以你们还是很想要出去看这个世界啦。我觉得要太多想要做的东西是，可是都会需要钱。对，所以我们就要找到一个办法，就是可以一边做一边赚钱，一边旅行，对吗？对，是，我们就开我们的 account。我们他们的一点点，我们就是我们做 account 就是要求人家，其实你不需要很多钱，你可以去做这个东西。我们的初衷啊，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每个人都会觉得去旅行是一个很贵的东西，但是想让他们知道，就是我们用了4000欧，就是2个月对啊，20千马币，这样你可以去看很多东西。因为其实我们也是想要去Europe，然后也是在筹备资金当中。那下一个我觉得应该是纽西兰因为你们既然讲纽西兰这么漂亮，我觉得是因为他们讲在纽西兰你看到的东西，在Europe也看得到，可是在Europe你看不到的东西，在纽西兰你也可以看得到。对，他们对纽西兰的评价是非常高的。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如果有人想要跟你们一样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去旅行，那你会想要跟他讲什么一句话？想是没有用的，做罢了。对。我们今天的访谈到此结束，拜拜。然后他们是 VVJK。记得去follow。谢谢 OK Travel。耶，拍完了。